魏无羡倒是难得有了好心情。这家高级私人诊所坐落在市中心标志建筑物的顶层，下了楼就是一个大商场。路过育婴馆的时候，魏无羡免不了多看几眼。如果体力允许，他甚至想进去逛一逛，给即将出世的宝宝添置一些衣服玩具。想来他确实不算一个称职的父亲，从怀孕到现在一直大病小病，蓝湛为了照顾他忙得焦头烂额，居然都没抽出时间好好布置一下宝宝的房间，甚至连婴儿房的位置都没腾出来，不免觉得自己失职，心中悄悄和7个月的小宝贝做出承诺，等回去了一定要和蓝湛一起把宝宝的小窝布置起来。停车场空气不好，江城就让魏无羡在广场的花园旁等，他去把车开出来。魏无羡点点头，把卫衣后面的帽子也戴上了。虽然已经决定退圈，但毕竟还算个小有名气的明星，出门该带的装备还是带齐了。口罩、墨镜、黑色帽子，缩在角落里说不起眼也不起眼，但有心人一看就能猜到这位大概是揣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大秘密。他这样一想，还觉得有些好笑，心里却不信有人会认出他来。话还是不能说得太满。你是魏无羡吗？卧槽！魏无羡装作什么都没听到的样子，默默把头埋得低一些。没办法，他现在要是拔腿跑了，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身后那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，像小麻雀一样飞到他面前落脚，七嘴八舌开始讨论：是 WiFi 吗？不是吧 ，WiFi 哪有这么瘦？魏无羡是你吗？可以给我签个名吗？说着递出了纸和笔。另一个人疑惑道：不是你们怎么认出来他是魏无羡的？魏无羡被3个女孩子围住了，也不好再装聋作哑，也是怕一会儿引来更多人围观，干脆把眼镜和口罩都摘了，笑道：是啊，我也想问，我都穿成这样了，你们还认得出我？又接过女孩子递过来的纸笔，一看，居然还是一本他的写真。哦呦呦，原来他那群与世无争的粉丝里，还有狂热到随身携带爱豆写真的个体，虚荣心可耻的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另一个女孩子显然是被惊喜给砸懵了，脱口而出一句：你就是化成灰，我也能第一眼认出你。魏无羡，我爱你啊呀呀呀！站在他旁边的朋友赶忙捂住了他的嘴，让他冷静。魏无羡哭笑不得的在写真的封面上潇洒的签了自己的大名，然后递给那个女孩子，对方双手接过如获至宝。魏无羡打趣道：你干嘛？要真这么喜欢，我给你签一沓。那女孩把书抱在怀里摇摇头：不要不要，签一沓多了呀，我会心疼的。魏无羡怀疑自己遇到了传说中的女友粉丝甲，你是在等人吗？还是和上次一样迷路了？粉丝乙，保姆车呢？温宁小哥哥这么没在你身边？粉丝丁拍了拍粉丝乙道：可能是私人行程，我们会不会打扰人家？终于有人说到点了，魏无羡赶紧接住话头道：你们这样围着我会引起更多人围观的，今天的偶遇就只属于我们4个人之间的小秘密，谁都不要往外说，可不可以？3个粉丝一起点点头，锲而不舍。能来个合影吗？拍完我们就走。WiFi， 我喜欢了你2年，终于见到真人了。不行，我还是很想大叫，很想哭，呜呜。控制你自己，我们要尊重羡羡的私人空间，离他的作品近一些，离他的生活远一点。羡羡，我能抱抱你吗？羡羡，你老公呢？对呀，蓝总呢？这么没和你一起。这女孩子一旦八卦起来，拉都拉不住。魏无羡苦恼极了，他可不想在这个大广场上被围观，然后明天上头条或者马上热搜见，只好松口，什么愿望都满足，就是那个想抱他的粉丝被他拒了。对方一脸伤心又理解的表情，我懂得，我懂得，结婚了就是不一样，嫁出去的爱豆泼出去的水，但是我还是会一直喜欢你。等这群粉丝1步3回头的离开了，魏无羡长长舒了一口气。其实他自认是担不起他们这样的热爱追捧，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一个劳模爱豆，相反倒是会偷懒得很，也很少会去和粉丝互动，大多数时候只是老老实实拍完作品。能被人喜欢终究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，不应该成为负担。他觉得自己最近的心态可能有点问题，又或者是真的厌倦了这个圈子的一切。又等了一会儿，江城还是没把车开来，他等得有点不耐烦，想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，背后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回头一看，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。对方恭敬道：“魏先生是吗？我家主人想邀您喝杯咖啡。”魏无羡把手中的墨镜一扔，什么伪装术都是骗人的，街上随便抓一个人都可以认出他来。你家先生哪位啊？我认识吗？西装男道：“去了就知道了。”魏无羡无所谓的摊摊手：“呵，那我不想知道了。”话音刚落，背后便抵上了一个硬物：“魏先生别让我难做。”这种感觉真是又熟悉又陌生。魏无羡好久没摸枪了，想不到今天居然是以这种方式来了个亲密接触。死江城，再不来老子命都要没了。魏无羡被带到了一家咖啡馆，馆内明显被清了场，没几个人。如果忽略抵在后背的枪口，这西装男对他还算客气，进去的时候主动帮他推了门，一进店，背后的枪就收了起来，弯腰低头摆手说请，一副训练有素的走狗样。魏无羡把魏一下摆往下拉了拉，护住肚子，随即在店员的引导下进了一间包间。既然有包间了，还清什么场啊？故作神秘，魏无羡在心里默默吐槽。包间不大，装修欧风，正中放了一块违和的黑色荧幕，拿来看电影倒是不错。魏无羡从始至终倒是没多害怕，只是顾着肚子里的孩子才选择谨慎为上。没见到约他的人正脸时，他还有心思分心想着看部什么电影，完全没有身处险境的自觉。等约他的那个人放下手中杯子，转身与他对上正脸时，魏无羡才终于拿出了几分应对危险的严肃。金光瑶，金氏的二把手，面相俊秀，笑起来十分温和，任谁见了都会觉得此人很好亲近。魏无羡跟他交集不少，往好听点说，两人曾经还是战友的关系。彼时温氏大厦未清，金光瑶与魏无羡有着共同的敌人，共同的目的，甚至共同的身份卧底。区别仅仅在于金光瑶在明，潜伏在温氏最高决策机关；魏无羡在暗，与那些温氏底层员工打交道。这些人看似微不足道，却是温氏得以维持的基础。可惜温若寒实在不懂得如何维护父辈创下的基业，将那些开国元老统统夺权降级，贬到最底层，侮辱之，欺压之。当这些基数庞大的群体怨气达到一定程度时，便只差一根导火线。魏无羡要做的就是引燃这根导火线，而引爆的威力足够让这个集团从里到外震三震。后来温氏的问题解决了，魏无羡躺进了医院，金光瑶则靠着这项功绩得到了金氏真正的实权，只是到底被金子轩压了一头，这么多年下来依旧只是个二把手。两人从那以后就没有交集了。魏无羡上一次听到金光瑶的名字，还是从金陵口中听到的，说是小叔叔送了他一条名犬，送什么不好，偏偏要送狗。金光瑶见人来了，颇为绅士的起身，把魏无羡那一边的椅子拉开，示意他坐下。魏无羡无语，这种礼貌对待女孩子较有教养有风度，可一个男人对着另一个男人做出这样的绅士举动，就不免让人觉得别扭。